我手上的这台飞凡 X， 它采用的是英特尔12代酷睿 P 系列处理器 i5-1240P， 显卡搭载的是 RTX 3050独显，搭配 16G LPDDR5 4800内存和 52G PCIe 4.0固态硬盘，屏幕则是16:10比例的14英寸 2.2K 60赫兹屏，预装正版Win11系统以及拥有免费 Office 办公套件，目前的参考售价是6299元。那么单从基本配置上看，对比 ThinkBook 14加，两者最明显的区别是飞凡 X 采用的 RTX 3050显卡更好一些，而处理器 ThinkBook 14加采用的 H 系列性能要优于 P 系列。另外 ThinkBook 14加的屏幕素质 2.8K 90赫兹也要更好一些。售价方面 ThinkBook 14加日常标价是6699元，首发促销价也是6299元。外观方面和 ThinkBook 14加一样，飞凡 X 也采用了全金属机身，简约的设计，黑面松弛绿的配色。除此之外，它还有玫瑰红的配色。从这个配色上也能反映出两者虽然都为全能型轻薄本，但在定位上还是有区别的。ThinkBook 14加偏商务工作向，而飞凡 X 的定位则更偏向时尚，偏家用娱乐向一些。然后在整体的造型上，飞凡 X 比较圆润，而 ThinkBook 14加的造型我一直觉得太过锐利了，边边角角都没有做切边和倒角，像是少了一道工序。飞凡 X 我觉得也有问题，不过这不是这一款产品的问题。i 色的轻薄本从整体的模具开发到做工以及表面的处理工艺等等，总让人感觉不够细腻和精致。尺寸重量方面，同为16:10比例的14英寸轻薄本，两者的整体外形尺寸是差不太多的。飞凡 X 宽度上稍窄了一些，不过厚度方面，飞凡 X 就有些偏厚了，最厚处来到了20毫米。重量两者基本相同，都是1.4千克多一点，标配的也都是3段式100瓦 C 口 PD 充电器，想要更便携，可以自行更换为方形 PD 充电器。接口方面，飞凡 X 的左侧接口有2个雷电4，这2个接口也都支持 PD 充电，另外还有 HDMI 和 USB 3.2 正一，右侧为 USB 3.2 正一和 3.5 毫米音频。它有2个 C 口和3个 I 口 ，HDMI 3.5 毫米音频，还有 microSD 读卡器以及 RJ45 有线网口。在目前市面上的14英寸轻薄本中，应该找不出比它接口更齐全、更丰富的了。键盘方面，两者没有太大区别，都为不包含小键盘区的全尺寸薄膜键盘，并配有3档可调白色背光。不过飞凡 X 的触控板面积相较 ThinkBook 14加明显偏小，原因很简单，前面提到它整体尺寸的上下宽度压缩的更窄，所以下方留给触控板的空间就变小了。另外 S 终于是把指纹识别模块集成到了电源按键上，不再是万年不变的独立指纹模块了。ThinkBook 14加没有指纹识别，它采用的是人脸识别登录，而且它标配的摄像头是 1080P 的，飞凡 X 则是非常常见的 720P。另外也是由于机身上下空间压缩的更窄，飞凡 X 几乎没有下巴，它的屏幕四周边框包括下边框都控制的比较窄，屏占比更高。屏幕素质方面，飞凡 X 搭载了这块16:10比例的14英寸 IPS 护眼屏，来自京东方2240×1400的分辨率，350尼特亮度，60赫兹刷新率，8位色深，实测色域容积99%的 sRGB， 实际色域覆盖了97.7%的 sRGB， 同时也覆盖了70%的 P3 和67.8%的 Adobe RGB， 色准不错，但是它以最大1.71，平均0.9。对比 ThinkBook 14加的屏幕，它在分辨率、亮度、刷新率、色深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。性能方面，先来看功耗配置。飞凡 X 设有3档性能模式，可以通过 F1+F 键进行快捷切换。在最高的性能模式下，其 P21 和 P2 功耗分别是35瓦和64瓦。通过 W4 Stress FPU 进行压力测试来看，飞凡 X 的 CPU 稳定功耗是34瓦，而我们测评过的 ThinkBook 14加的 CPU 稳定功耗是50瓦。12代酷睿移动处理器分为45瓦 H 系列、28瓦 P 系列、15瓦和9瓦 U 系列。这台笔记本所搭载的 i5-1240P 虽然和 ThinkBook 14加所搭载的 i5-1250H 参数上非常像，都为4大核8小核共12核心16线程，但是两者多核性能差距是比较大的，相差了大约20%左右，单核性能比较接近，相差约4%。也就是说，单就 CPU 的多核性能 ，ThinkBook 14加的优势非常明显。当然，和上代轻薄本上用到的4核8线程的11代酷睿 i7-1370H 以及 i7-165G 相比 ，i5-1240P 都有着巨大的提升，多核性能分别有40%和70%的领先。来看显卡，飞凡 X 所搭载的是英伟达30系游戏显卡中入门级产品 RTX 3050，这个显卡大家应该相当熟悉了，我就不啰嗦了，直接来看它的功耗配置。通过 Formac 单烤 GPU 来看，这台飞凡 X 给3050的最大稳定功耗是40瓦。我们知道 ThinkBook 14加上采用的2050是在3050的基础上阉割而来，两者的流处理器数量是完全相同的，显存类型和大小也是相同的，只是2050阉割了显存位宽，从128比特对半砍到了64比特，然后指导功耗较3050也有所降低。
那从 3D Mark 的跑分来看，这颗40瓦的3050较上一代小型 Pro 16上采用的55瓦的3050，它的性能要低了8%左右。和有独显直连且满血95瓦3050的游戏本相比，更是低了25%以上。不过较 ThinkBook 14加所采用的50瓦的2050，单就跑分来看，性能还是要高出一些的，大概在6%左右。当然这只是理论跑分性能，我们来看实测。首先，通过几款大型3A 游戏的帧数对比来看 ，FIFA X 的帧数表现并没有像 3D Mark 跑分一样比 ThinkBook 14加更好，基本是持平的，还要略微低一点。分析原因主要有2点，一是 P 系列处理器对游戏性能的加成上还是不如 H 系列，单核的频率它也不如 H 系列高；二是功耗问题，它给 CPU 加 GPU 的总功耗也偏低。通过 AIDA64 加 Formmark 双烤压力测试来看，同样是100瓦的 PD 供电 ，FIFA X 给 CPU 加 GPU 的最大总功耗是50瓦，而 ThinkBook 14加给 CPU 加 GPU 的最大总功耗是60瓦。我们知道 3D Mark 它是专门衡量显卡性能的一款测试软件，为了客观反映显卡的最大性能，它会把 CPU 的影响尽量的降低，跑分时 CPU 的功耗占用是非常低的，显卡是能跑慢40瓦的。但在实际游戏中，即使是这些主要看显卡性能的3A 游戏 ，CPU 它也不可能不运行，怎么着也得占用个15瓦左右的功耗。由于总功耗只有50瓦，那么显卡最多只能跑到35瓦左右，到不了40瓦。而且3050比2050更吃功耗，对功耗更敏感，35瓦是它的功耗下限。这就造成了它的游戏性能只能和 ThinkBook 14加的2050持平。那再来看几款小型经济网游的帧数 ，FIFA X 的表现就不是和 ThinkBook 14加持平了，反而要明显更低。原因其实也是上面提到了2点，但小型网游不像大型3A 主要看显卡，它对 CPU 比较敏感 ，H 系列对游戏的加成效果就更加明显了。而且这是想要 CPU 的功耗 ，CPU 功耗也跑不上去。35瓦是3050的下限，即使这些游戏不像大型3A 那么吃显卡，但它随便跑跑也要奔30瓦以上了。那么从整体的游戏能力来说 ，FIFA X 和 ThinkBook 14加应该说是同一水平。1080p 分辨率下，应对小型经营网游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虽然它比 ThinkBook 14加的帧数明显低，但也没什么质的不同，都是完全流畅的。而大型游戏包括3A 单机，就是中低画质下能比较流畅的运行。专业生产力方面，首先通过 Puget 的bench插件对 Adobe 三件套 PS、PR、AE 进行跑分测试。对比能发现 PS、PR 2款软件得分 FIFA X 低于 ThinkBook 14加，而针对 AE FIFA X 表现比 ThinkBook 14加更好。至于原因 ，PS 和 PR 更侧重于处理器的性能，所以 ThinkBook 14加所采用的 H 系列处理器更有优势。而 AE 尤其是 Puget bench 所测试的项目对显卡的要求更高，所以 FIFA X 所搭载的3050优势更大。通过微软的跑分最能直观的反映这点 ，CPU 分 ThinkBook 14加更高 ，GPU 分 FIFA X 更高。通过 SpecView 各种 3D 工业软件的跑分也能明显的看到 ，FIFA X 每一项都要超过 ThinkBook 14加，尤其是 Maya 和 SolidWorks 领先幅度非常大。原因就是 3D 建模类的软件对显卡性能要求较高。拆解来看 ，FIFA X 的拆解相对简单一点，主要是它的卡扣不像 ThinkBook 14加那么紧，更好撬一些。拆除后壳可以看到 ，FIFA X 是一颗大尺寸风扇加双热管的方案，而 ThinkBook 14加的风扇尺寸没有 FIFA X 那么大，但是它是双风扇配合双热管。外部散热系统都是底部格栅进风，后部转轴出风。FIFA X 的出风口也非常有 Acer 的特色，不同于常见轻薄本出风口隐藏在转轴下对着转轴吹，它的出风口直接是在 C 面上方的，这也是 Acer 近几代产品统一的设计。来看实际的散热效果，单烤 CPU 温度72度左右，大核频率 2.4 赫兹，小核频率 2.3 赫兹；单烤 GPU 温度71度左右，频率1550兆赫兹左右。双烤测试 CPU 温度76度，大核频率 1.4 赫兹，小核频率 1.1 赫兹 ；GPU 温度75度，频率1400兆赫兹左右。核心温度表现还不错，不过表面温度就有些偏高了。键盘区域温度最高到了接近48度，而且它的高温区域在键盘中部偏左的位置，游戏常用 WSC 键处也有45度，也就是说拿它玩游戏，手部体感温度会比较热。而 ThinkBook 14加的高温区域分布就更合理一些，表温度也低一些。噪音方面 ，FIFA X 烤机满载时人为噪音在43.5分贝左右，比 ThinkBook 14加的45分贝略低一点。内部其他硬件方面，两者采用的内存都是板载16G LPDDR54800，不可更换升级，也都有2个固态硬盘位，方便加装硬盘。预装的都是Gen 4的 SSD， 也都是目前比较旗舰性能的产品。网卡方面 ，FIFA X 略好一点，相较于 ThinkBook 14加的 X201， 它采用的是 X211， 支持 WiFi 6E。不过从实际的使用角度来说，两者基本没有什么差别。WiFi 6E 所支持的6G 频段，国内并没有开通。电池方面 ，FIFA X 搭载的是一块58.75瓦时的锂电池，比 ThinkBook 14加略小一点。不过由于 P 系列处理器相较 H 系列更省电一点，通过 PCMark 时现代 Mac 场景续航测试，它的成绩比 ThinkBook 14加还要略好一点。
不过从轻薄本的角度，不管是非凡 X 还是 ThinkPad 14加，续航能力都不太理想。首先 CPU 性能 H 系列还是要明显优于 P 系列的，而非凡 X 纸面上应该更有优势的显卡性能，受限于功耗不足，也只能和2050打个平手。屏幕和接口 ThinkPad 14加是要更好的，内部硬件、声音扩展性以及续航两者基本是一样的。外观方面就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。ThinkPad 14加偏商务一些，非凡 X 偏时尚一些。其实如果不和 ThinkPad 14加去做对比，单就非凡 X 这款产品来说，它也不能算差，它也没有很拉胯的地方，外观没有毛病，这块 2.2 块屏也还可以，接口也够用，在这个价位下也给到了12代酷睿 P 系列处理器加3050的组合，唯独就是这个功耗配置拖了后腿。现在的笔记本市场其实也挺卷的，想要在一众产品中脱颖而出，就得把各种细节抠得很细。今年有不少产品就只差一口气，感觉比较惋惜。那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有更多想了解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，记得加关注、点赞和转发，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下期再见。